噔噔噔噔。好多人都話3歲定80，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到底好多嘢係咪一出世就已經與生俱來呢？歡迎大家嚟到 Dr. Me 探討室。早排咧同大家都探討過一啲欺騙人嘅人究竟有啲乜嘢嘅模樣。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少年法庭。如果少年法係保護犯案嘅青少年，咁邊一條法例同埋邊一個可以去保護當中嘅受害人呢？大家如果有睇嘅話，都知道其實入面有幾個都係真實個案改編，而最轟動嘅莫過於就係仁和苑小學分屍案。究竟人點樣可以將人分屍呢？去犯案嘅時候，佢源自於乜嘢呢？呢個 case 入面呢，犯案人有2位。2個唔同年齡層嘅人點樣相識都唔重要，因為佢哋係夾埋去做一樣嘢。佢哋將一個完全唔識嘅人，一個8歲嘅小朋友，佢哋利誘佢，然後將佢殺死再分屍。點樣利誘？因為想問佢借一個電話打電話俾媽咪，佢就話電話冇電，要翻去叉電，叉完電就可以打俾媽咪。佢哋利誘咗呢個小朋友跟佢哋翻屋企之後，就用呢啲叉電嘅電線去勒死一個小朋友，然後再將佢分屍。睇到一半嘅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點樣可以做得成呢？係咪因為一句就話佢患有呢個思覺失調，或者佢哋嘅心智唔夠成熟，或者其實邊有咁多或者？不如我攤開啲講啦。大部分嘅案例啦，無論喺唔喺呢一個 case 入面都好，甚至外國都有好多就係話，可能家庭成長嘅背景、屋企人嘅態度，而衍生令到佢哋心理上面出現咗啲扭曲。只能夠講佢哋嘅心理同思想上面嘅扭曲，而衍生到佢哋會覺得做呢啲嘢係會令到佢哋覺得開心、快感，甚至佢哋覺得只可以主宰到呢一樣嘢。殺人呢件事，無論係咩年紀去做，都唔會係一件啱嘅事。喺呢度咧，其實韓國咧已經分別咧進行過好多次，究竟係咪應該要將少年法入面嘅案例去改呢？重新再修訂一啲法例。咁究竟呢個少年法保護緊嘅係小朋友啊，定係保護緊一啲喺呢件事上面受害嘅小朋友呢？如果翻嚟呢一套劇《少年法庭》入面，女主角其實都好強調。你唔能夠因為你去睇聖經而你就去偷蠟燭，唔好用一個好靚好華麗嘅藉口去包裝你嘅惡行。我明白有時小朋友未必能夠判斷佢做嘅嘢係100% 啱啊，定係有1% 錯。所有嘅嘢都係由我哋成年人去灌輸俾佢哋，但我哋成年人都係由小朋友去成長過嚟嘅，從來都係由上一代嘅人去話俾你聽乜嘢叫做啱，同乜嘢叫做錯。社會去批判你嘅行為係好定係唔好，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樣去令一個小朋友成為大人呢10年、20年入面有一個健康同埋快樂嘅環境？呢個先係最重要。如果佢唔能夠喺一個健康環境下長大，無論你呢個社會再立幾多一啲法例去保護佢哋嘅行為其實都唔會令到佢哋明白到佢哋有啲乜嘢嘅出錯。冇人可以決定你做嘅任何嘢，但係你自己可以選擇你自己去做一樣乜嘢嘅嘢。今次講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去探討其他嘅 case。拜拜。我決定唔講呢句嘢啦。我決定唔講呢句嘢啦。我諗下用咩字眼代替咗4個字先。我知啊，我寫都係咁寫㗎，我講唔到嗎？真係慘。